我是凤族最尊贵的公主，龙皇让我挑选一位族人作为自己的夫婿。他说，我选谁便是下一任的龙皇。上辈子我选了与我青梅竹马的宋鹤玄，为了能让他度过巨角退林之苦，顺利飞升为天龙，我甚至将自己的本命灵丹交给他。可他登上龙君之位时，我等来的是个清新一剑。他抱着那个曾经顶替我身份的雉鸡精，毫不犹豫朝我挥剑。若不是你非要嫁给我，刘盈怎会受那么多苦？如果不是要用你的内丹助刘盈涅槃成凤，我根本不会和你虚以为意。他拔光了我的凤尾，斩断了我的仙骨，亲手挖出了我的内丹。我倒在血泊中，看着他小心翼翼将我的内丹献给那只雉鸡精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周身的疼痛突然消失，我猛地睁开双眼，才惊觉自己竟出了一身冷汗。晨曦，你可想好要选谁做夫婿？选夫？我竟重生在了龙族选夫这事。陛下，我想……我的话还未说完，宋鹤玄突然跪下。父皇，我知晨曦喜欢我，可我爱的只有刘盈。我和刘盈已经在天道的见证下私定终身，若是负他，必遭天谴，永世堕入畜生道，不得解脱。全场哗然，龙皇的脸色立刻变了。谁都知道我代表着整个凤族，只要娶了我，便能成为龙族下一任龙皇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蠢蠢欲动起来。可下一秒，宋鹤玄又道：“儿臣知道晨曦离不开我，我愿娶她做平妻，一辈子照顾她。”放肆！阮流营那只雉鸡精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和凤族公主平起平坐？不过一道誓言，他竟敢勾引你做出这等蠢事，本皇杀了他，这誓言一样可破。听了龙皇的威胁，宋鹤玄的脸上闪过一丝怨恨，他厌恶地看着我。你还愣着做什么？不是怎样都想嫁给我吗？机会都给你了，还不快答应下来？你抢了刘颖那么多东西，若不是他心善不计较，我才不会让你和他共吃一夫。那阮流营是一只雉鸡精，只因曾被错认过身份，竟也妄想真的飞上枝头做凤凰。我幼年时恰逢神魔大战，凤族遭难，遗失了所有的蛋，他们误将同是婴儿的阮流营抱回，直到100年后，我们能化为原形。父王和母后才发现认错了人，母后心善，留他继续生活在凤族，让他享受凤族公主才有的待遇。我被找回的第10年，龙皇接我前往龙宫居住，只因龙族血脉式微，祖龙血脉几乎无法产生子嗣，故而所有的新任龙皇都是从旁系中选出。蛟、蛇、鱼、佛，只要度过9天雷劫都能化禄，而与凤族公主结合，不仅能让他们100%度过9死1生的雷劫，还能提高他们的血脉纯度。这些事除了龙皇以外无人知晓，他们只知公主选谁，谁便是下一任龙皇。而宋鹤玄今日这一番话，几乎是直接打了凤族的脸。若是凤族为此与龙族交恶，只怕龙族血脉会越来越难维系。龙皇抬手狠狠打了他一巴掌。晨曦，是这孽子荒唐，只要你能消气，他任由你处置。我仰头看向龙皇，陛下，我已经想好要嫁给谁了。这一下，包括宋鹤玄在内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在龙皇的手中慢慢写上那人的名字，又以传音入密的方式说了自己的打算。龙皇微怔，随后点头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罢了，我会替你们准备好成亲事宜。他的目光落在宋鹤玄身上。这几日你好好闭门思过，成亲之前莫要再闹出笑话。宋鹤玄向来冷若冰霜的脸，难得露出一丝得意，那眼神似乎在说，就知道我会同意一般。我不理会他的目光，只将目光落在角落，那里站着一个剑眉星目的少年，头顶细小的娇角，黝黑稚嫩。龙皇赶走了所有的皇子，留我独说了几句。等我从宫殿离开时，却发现宋鹤玄竟然没有先行离开，他的身旁还站着阮流营。见我出来，宋鹤玄立刻牵着阮流营上前。多谢姐姐成全我和鹤玄，若是我爹娘在天有灵，心中定也是欢喜的。你何必谢他的成全？我想娶的只有你，该是他谢你大度。若你不同意，我定不会娶她做平妻。他对阮流营说话时温柔款款，可一对上我便冷漠无比。刘盈的父母皆因你而死，如今他如此大度，你何不送他些法宝神器作为补偿？阮流营的父母乃是一对雉鸡精，捡到我后待我如己出。可惜这对善良的夫妻却在外出时遭遇凶兽死亡，我也因此引发凤凰神火，最终被凤族找到。前世我因此事对阮流营处处忍让迁就，直到临死前才从他口中得知，原来上辈子那凶兽竟是他引过来。他为了除掉我，竟不惜杀害自己的亲生父母。我冷眼看着他们，一言不发。阮流营见此，轻轻扯了扯宋鹤玄的衣角。宋鹤玄似想起什么一般说道：晨曦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我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问：何事？今日父皇的话你也听到了，刘盈他法力低微，成亲后难免会遭人欺负。你平日送了他那么多法器，还能有人敢欺负他？从前我喜欢他，每每送他上好的法器，第二日总会出现在阮流营那里。他似也想起此事，可他的眼中却没有一丝心虚。法器怎可和自身法力相比？宋鹤玄毫不犹豫说出了自己的要求。我想借你的内丹一用。
那一瞬间，我只觉得脑中嗡的一响，上辈子被生剖内丹的痛楚刻骨铭心，我心中的恨意几乎要将理智淹没。那一刻，我几乎要出手将这两人全部斩杀，可最后一刻，我强压了，死不过是最简单的解脱。你可知内丹离体意味着什么？失去内丹，我会法力尽失，还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我们是夫妻，你还斤斤计较这些做什么？你若将内丹交给刘莹，我保证你无事。若你拒绝，他未尽之话，我立刻明白，上辈子他不正是毫不犹豫为了阮流莹生剖我内丹吗？我冷冷地盯着他，一时间气氛微凝，强大的威压下，阮流莹的脸色越来越白，就连宋鹤玄的脸上也逐渐难看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低沉的声音道：“晨曦殿下，父皇让我来找你。”我偏头去看，来人正是我在殿上看见的黑蛟少年。他现在虽未化龙，却能面不改色的站在我的威压之下。我收了威压，冲他一笑：“那我们走吧。”慢着！我的话语刚落，宋鹤玄立刻出声，他丝毫不顾一旁几乎站不住的阮流莹，只面露不悦地看着少年。这低贱的黑蛟和你有什么好说的？这少年未来便是我的夫君了，自然和我有话可说，但我却懒得和宋鹤玄解释这么多。你有心情关心这些，不如好好准备5日后的化龙池试炼。5日后是500年才开的化龙池试炼，届时所有想化龙的人都会前往那，引9天雷劫来 PK 自己，利用雷霆之力让自己聚脚 PK， 一举成龙。雷霆之力威力巨大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劈得体无伦形，更甚者，甚至会化为灰烬。故而，大部分的龙子都会选择分数次去经历雷劫，少则3、4千年，多则万年才能化龙。前世靠着我的内丹和凤衣庇护，宋鹤玄成了千万年来第一个一次渡劫化龙的人，瞬时间风头无量。提及正事，他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乃是当代龙子第一人。不过区区雷劫，就算你不出手，我都能顺利化龙。5日后，你就安心等我娶你吧。我沉默不语，余光果然见站在一旁的阮流莹眼中划过一丝嫉妒。语毕，他们相携离开。我目送他们的背影，看向一旁的黑蛟少年，漫不经心地开口问道：“陆星辞，龙皇都同你说了。”闻言，他抬头看我，眼中有一种别样的偏执。他恭恭敬敬地跪下，朝我一拜：“殿下请放心，我陆星辞在此向天道立誓，若是日后有负殿下，定让我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天空上雷光涌动，随后消失无踪。他竟动用元神，立刻誓言。我心中微动，将代表凤族夫婿的玉珏系在他的腰上。我信你。我回了龙皇为我修建的宫殿中，还未进门，事后我的小雀仙便朝我跑来。殿下，他们要砍掉您种的梧桐树！我猛地抬头，连忙赶去主院，才发现那株我花了2年心血种下的梧桐树已被宋鹤玄系根砍断。这棵树是我离开凤族时母后赠我的，她说梧桐是凤凰的归乡，无论我在哪，只要见到这棵梧桐树，便到了家。刚种下时不过一点嫩绿，我日日照顾，终存存如盖，开100年的心血废废，也不过是短短而顺。你凭什么砍我的梧桐树？不过一棵破树，砍了就是砍了。刘莹她喜欢凤凰花，从今以后你这里都只许种凤凰花。这是我的宫殿，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，莫不是你还不能给他一方安身之所？宋鹤玄的脸上闪过一丝难堪，他只是众多龙族备选人之一，未成太子前，所有的龙子都住在同一个大宫殿中。你的东西不就是我的？我不过是提前安排一下，若是惹恼了我，我随时可以不娶你。说完，宋鹤玄却没有从我脸上找到一丝慌乱，他才软语哄道：“我这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乖乖听话，我便先宠幸你，让你诞下龙族的嫡子。”宋鹤玄，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，我的夫婿一辈子都不可能是你。他自然不信，只当我说的都是气话。不嫁给我还能嫁给谁？那日龙皇可是亲口说为我们准备婚事。我看着他自信满满的模样，心中冷笑。5日后，所有人齐聚化龙池。令我意外的是，这一次阮流莹竟也跟了过来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们身上。宋鹤玄远远见我，立刻上前道：“晨曦，这一次就拜托你了。”说着说着，他的眸光竟温和下来。如今刘莹也伴我左右，以后我也会顾着你。我沉默不语，他也不在乎，只是那骄傲自信的眼神时不时扫过其他惴惴不安的皇子。突然，宋鹤玄的目光猛地一凝，随后他大步朝着陆星辞走去，那脸上竟是前所未有的怒意。象征凤族皇夫的玉阶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宋鹤玄的目光死死盯着陆星辞，似要将他撕碎一般。陆星辞丝毫不惧，只冷冷回望。宋鹤玄立刻被对方的态度激怒，他正想发作，阮流莹上前一把抱住对方的胳膊。鹤玄，那玉珏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定是一块相思舞罢了。马上就要开始历练了，这种货色还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一道雷。我们不和他一般见识。闻言，宋鹤玄的脸色好转了几分，轻轻握住了他的手。我只冷眼看着他们，心里觉得一阵好笑。片刻后，龙皇降临，
开了化龙池，让这些族人一个个前去试炼。那些人大多只能扛住1道雷劫，最好的也不过是3道。龙皇见状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。直到轮到宋鹤玄，他自信满满的上前，阮流莹竟也跟在旁边。所有人面面相觑，那化龙池何等厉害！似阮流莹这样的小妖，只要一个照面，就会瞬间被劈成飞灰。别怕，你还不放心我的实力吗？再说了，还有沈晨曦，有他在，定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失败。阮流莹闻言，眼眸一暗，竟抬手吐出自己的内丹。那枚内丹不大，内丹离体后，他的脸色立刻暗淡下去，就连鬓边都出现了一片斑白的华发。刘姨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们说好的，你只用在一旁陪着我就好。内丹离体会影响你以后的修行。鹤玄，我知自己法力低微，不似凤族公主，可我总想为你做些什么，就让这枚内丹助你渡劫吧。宋鹤玄的眼中满是感动，其他的族人见了面面相觑。那小只精的内丹有什么用？连1秒钟都撑不到就被劈没了。看来是真的爱他。这宋鹤玄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这么招人喜欢？他倒是不怕死。若是宋鹤玄扛不住这雷劫，第一个碎的就是他的内丹。没了内丹，法力全失，只能等死。还不是觉得晨曦公主会全力助他？凤族有涅槃的秘法，可以帮他扛下这雷劫。也不知这男人哪点好，公主殿下竟对他如此死心塌地。众人议论纷纷，眼中都带着一丝艳羡。我只冷漠地看着。前世并没有这一出戏，如此我倒更加好奇后面的事。宋鹤玄满脸兴奋地站在化龙池中间，金色的神水缓缓流动，他惊一口气点燃了9道9天玄雷，化龙池的天空顿时黑沉下去，云间紫金色雷光涌动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看着这一幕。他疯了不成？竟一次引来了9道雷劫，古往今来从没有1人能一口气全部接下。如此雷劫，就算是凤族公主在旁相助，只怕她也要落个重伤，内力俱损。不仅是周围的人，就连阮流莹都目瞪口呆地看着。显然他没有想到宋鹤玄会如此疯狂，竟妄图一口气全部接下。是啊，上辈子他不就是对我如此不管不顾吗？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他凭什么来接着雷劫。轰隆一声巨响，眼见雷霆已经浓聚完毕，即将落下。宋鹤玄看向我，眼中满是兴奋。晨曦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来助我渡劫！可我只是冷冷地站在那里看着，他以为我没有听清，忍不住朝我的方向走了一步。沈晨曦，你还想不想嫁给我了？你不正是为了助我化龙才留在此地吗？为何还不动手？见我始终冷冰冰地站在原地不动，他那张向来或淡漠或得意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惶恐。晨曦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9道雷劫劈下来，我真的会死。你忍心让我死吗？我想起前世嫁给他后，他总是对我冷眼相对，那时我以为他天生性格如此，可直到我偷偷撞见他和阮流莹私会，那时他的眼中满是柔情。他心疼地揉了揉阮流莹微红的手。凤族当真过分，你顶替沈晨曦的身份并非故意，他们怎可如此冷落你？我无言地看着，心中不忿，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心底蔓延开来。明明是阮流莹觊觎凤族秘宝，利用自己的身份想要夺走凤族的万年宝丹，却被发现才落得如此地步。若不是他痛哭流涕，求我父皇和母后放过他，只怕他已被神火烧成灰烬。这事明明宋鹤玄知道，明明当时他还蹙眉评价了一句贪得无厌，如今他却句句指责。我本想冲出去和他理论，却不想竟觉得腹痛难耐，剧痛自腹中传来，似有烈火在我腹中燃烧，撕裂我的5脏6腑。我疼得满地打滚，几近崩溃之时，一双月白色的胶皮战靴走到我面前。我抬头去看，只见宋鹤玄手持长剑冷眼看着，下一秒血液飞溅，剧痛中我失去了自己的内丹。一想到这里，我几乎忍不住将它碎尸万段。天上的雷霆凝固而成，像是终于察觉我的异常。宋鹤玄瞬间慌了，晨曦，你……下一秒他话音未落，第1道雷霆势如破竹，狠狠劈下来。啊！紫金色的雷霆携带着巨大的威力，狠狠劈在宋鹤玄的身上。这雷霆被他一次性引了9道，层层相叠，每一道雷都比常人的厉害数倍。宋鹤玄本就处于6神无主的状态，竟忘了提升法力去抵抗。只见他惨叫一声，一口嫣红的鲜血吐了出来。不！阮流莹面露惊恐。不过转瞬之间，他那颗小小的内丹瞬间应声而碎，灵气瞬间从阮流莹体内流走，他的脸色整个苍白下去，血液顺着嘴角滑落。更恐怖的是，原本娇俏年轻的面容竟慢慢干瘪下去，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。无数龙族族人将目光落在他的脸上，那眼神中满是嘲讽、嫌弃和鄙夷。阮流莹死死捂住自己的脸，不，别看我，求求你们别看我，鹤玄，鹤玄，你救救我！可惜宋鹤玄自身难保，已无力再因他。那道雷明显伤了宋鹤玄的根骨，他整个人支撑不住，跪在地上，此时狼狈无比，像是后悔一般。他抬头看着我，终于卸下了所有的骄傲。晨曦，救我！你救救我！我是你未来的夫婿啊！你怎么忍心眼睁睁看我被雷霆劈死？闻言，我在所有人的目光中抬脚朝他走去。宋鹤玄的脸上露出狂喜的表情，
可我只是站在陆星辞的旁边，我挽着陆星辞的手朝宋鹤玄一笑，谁说我的夫君是你？我已和龙皇大人说好，选陆星辞为我的夫君，有凤族玉珏为证。现场立刻一片寂静，随后掀起哗然大波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我会选择陆星辞。陆星辞不过是一个不受宠的小娇，他性格沉稳，不似其他龙族子弟，每每喜欢来我面前找露脸讨好，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看着，偶尔和我对上视线，便连耳根子都红透了。若不是上辈子我从他眼中察觉到的隐晦爱意，他奋不顾身拼死替我收敛尸骨，我也不敢相信这少年竟喜欢我。爱慕我的人很多，但他们大都只是因为我是凤族公主，娶了我就能拿到龙族大权。只有陆星辞不一样。思及至此，我的目光再次落在宋鹤玄的身上。上辈子宋鹤玄只敢引来3道天雷，3道落下来，他已遍体鳞伤。可他不甘心，虽娶了我就能做龙皇，可他要的不是那点裙带关系，他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。于是他暗中给我传音，求我助他。我偷偷运转涅槃大法，又暗中用自己的内丹护着他。这一战让我的内丹受损，足足养了200年才好，但我也因此落下暗疾。后来他成为第一个一次性度过9道天雷的龙皇，被万人敬拜。不管是谁提起他，总说他是那万中无一的龙皇。可他这辈子太贪心了，有了前世的经验，他竟不管不顾，一次性招来了9道雷。他哪里在乎我会不会受伤，会不会留下暗疾？宋鹤玄从始至今在乎的就只有自己罢了。可惜了，我的目光落在隐隐滚过的雷霆上，只怕这一辈子宋鹤玄连第2道雷都接不下去。我的想法刚落，只见一道粗壮的紫金雷霆瞬间劈下，不！宋鹤玄顿时露出惊恐的神色，可已经迟了。那雷霆轰然而落，雷霆重重劈在化龙池中。我垂眸去看，只见金色的水中也有电光闪过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烟雾缭绕的化龙池中。半晌，龙皇叹了一口气，随后抬手散去了天上还在咆哮的雷霆。我的目光落在池中，只见宋鹤玄浑身是血的倒在池中，整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。他毕竟也算是龙族俊杰。龙皇朝着众人解释道：“语毕，他抬手打入，将一道灵力打入宋鹤玄的体内。宋鹤玄悠悠转醒，被人从化龙池中狼狈地拉了起来。从前这些侍从知我心悦他，对他很是尊重，可如今他失势重伤，那些侍从自然随意得多，眼中甚至有几分轻蔑。宋鹤玄有人来救，可阮流莹就没有那么好运。他将自己的内丹交给宋鹤玄后，本就需要，如今内丹已碎，整个人瞬间苍老下去。阮流莹瞬间老泪纵横，他想开口，可在这闹哄哄的情况下，竟无人听他说话。这一次宋鹤玄倒是学聪明了，他没有再开口向我索求什么，只是怔愣地看着我。龙皇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漫不经心朝他点头，让龙皇救下宋鹤玄的正是我。这个细小的动作立刻被宋鹤玄捕捉到，他双眸一亮，竟踉跄着朝我走过来，扑通一声直直跪下。晨曦，我错了。这一刻他的脸上满是后悔。晨曦，你原谅我吧，我只要你，我以后定会全心全意的对你，再也不敢有其他的肖想。我紧紧盯着他的双眼，看他屏住呼吸，忐忑不安地看着我，心中只觉得无比快意。我抬脚将他踢开，宋鹤玄立刻露出错愕的神情。我弯腰凑到他耳边，距离近到我似能闻到他身上恐惧的味道。我一字一句地问：宋鹤玄，上一世你亲手剖出我内丹的时候，有想过今天吗？他瞳孔猛地一缩，整个人一软跪在地上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原来早在选夫大典，我便意识到宋鹤玄竟然也重生了。我再也不看他，只牵着陆星辞往化龙池走去吧，我陪着你。可不知为何，他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怎么啦？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们身上，就连龙皇也疑惑地看着他。宋鹤玄的眼中立刻满是恶意，他不愿意。沈晨曦，真以为人人都爱你吗？陆星辞的眼神温柔，眼中似有藏有无穷的爱意。殿下，我想自己试试。我一怔，他轻轻捏了捏我的手，这雷劫非同小可，我知殿下法力高强，可您是凤凰，若是因为雷劫受伤，无法自行化解雷电的威力，我不希望你为此根基受损。我对上他认真的双眸，内心一颤，还不等我捋清自己的思路，陆星辞便松开了我的手。那金色的池水随着他的步伐晃动，陆星辞盘腿坐在池中，身上的薄衫被浸染湿透，薄薄的肌肉清晰可见。雷霆开始慢慢聚集，一旁的人仰慕看着，随后露出失落的表情。怎么才1道雷？下一秒，那雷如惊鸿游龙，狠狠落下，砸在化龙池中。所有人都镇住了。这第1道雷霆竟比其他人的第2、3道雷霆更恐怖，这也证明他的功力比其他人更加深厚。看着那些曾经不屑鄙夷的人，尽数露出震惊的神色，我不由笑笑。要知道上辈子陆星辞可是独自接下了5道神雷，一道又一道雷落下，一直到接下第5道，我以为他会起身，却没有想到他仍旧安如泰山。陆星辞，我面带疑惑地看着，此时的他浑身是伤，似已达到极限，他却只朝我笑笑。我可以的。下一秒，巨大的雷光落下，
我不由紧张的等候，不过区几秒，雷霆散去，他竟真的超越前世，独自接下了6道天雷。若是不算上辈子宋鹤玄的事，他便是龙族第1人。我看他摇摇晃晃起身，朝着龙皇一拜，龙皇的脸上立刻露出满意的神情。就在他要踏出化龙池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开口：“慢着！”我缓步走了过来，他的瞳孔微微一缩，下一秒雷云再次凝聚。小心！他着急地大喊道。我握着他的手哄道：“别怕，这一日，陆星祠注定要被载入龙族史册。他自己独立度过了6道雷劫，又在我的帮助下度过了余下3道，一举成为真龙。这一次，因我只替他扛下3道，故而对我没有一点损伤。”我含笑看着巨大的墨色真龙在空中盘旋，心中竟觉无比暖心。陆星祠成了龙族新的龙皇，龙皇为此赐下不少法宝，而我们的婚礼也定在3日之后。这日，我本在品茗，却听外面传来喧闹声。小雀先出门去看，回来时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。殿下，是宋鹤玄来找你，他还将阮流莹也带来了。这人怎么好意思来找你啊？之前您喜欢他时，他百般利用你，明知道那阮流莹恨您，他还要喜欢对方。我只笑笑，男人的喜欢不一定是真的喜欢。我比他强势，他处处觉得自己在依附我，时间久了难免有些扭曲。阮流莹弱小孤苦，只能像菟丝子一般依赖他，这种讨人欢心的趣儿，他自然喜欢。只是这一辈子，他失了龙皇之位，一身法力尽废，而他爱着的阮流莹也为他失去了曾经的容颜。我施施然地出了门，便见宋鹤玄身披黑色斗篷，而满脸衰老的阮流莹战战兢兢地跟着他。见我蹙眉，宋鹤玄立刻讨好一般取下斗篷。我不动声色道：“还未恭喜2位有情人终成眷属。”宋鹤玄的表情扭曲了一瞬，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阮流莹。我与他不是什么有情人，晨曦，是他骗我，他竟然给我下了情人蛊。我挑眉，没想到竟还有这一茬。他见我面带笑意，似也松了一口气。我是爱你的，若不是他这个贱人用情人蛊迷惑我，我怎么可能伤害你？晨曦，你信我？我慢悠悠开口。宋鹤玄，你当我真不知道情人蛊吗？他若想控制你，许比你强悍，可你是龙，就算没度过2次雷劫成为真龙，你也还是龙。他一个小小的雉鸡精，拿什么控制你？宋鹤玄道：“是，他法力是比我弱，可他却偷偷剪了你的头发，用你的发丝将我对你的情感引到了他身上。”宋鹤玄急切地解释着，似要将所有的责任尽数推到阮流莹身上。他以为我还对他有情，以为只要哄哄我，我就能上钩。可他想错了，这一次我只抬手狠狠抽了他一巴掌。宋鹤玄的左脸立刻被打偏过去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冷笑：“是又如何？那些伤害我的事，你以为可以一笔勾销吗？”宋鹤玄，我不妨告诉你，事到如今，你是被动也好，主动也好，都与我无关。你这辈子只能和阮流莹绑死，永远活在水沟里。他浑身一颤，伸手想要向我抓来，我正准备后退，却有一道强大的威压将他死死按住。陆星辞沉着脸走了过来，在真龙的威压下，宋鹤玄被压得弯了几两，随后一点点地跪在地上，整个人狼狈不已。陆星辞冷脸道：“滚！”他们被尽数丢了出去。陆星辞这才收了威压，他小心翼翼地牵着我的手问：“无事吧？”我点头，冲他微微一笑。往日每到这个时候，他便会过来看我。他小心瞥了一眼我的脸色，突然道：“我有个东西要送你。”我带着几分好奇和他一起往外走，才行数10步，却不由瞪大双眼。不远处竟有一棵2人高的梧桐木，那梧桐绿叶葱葱，很是茂盛。陆星辞道：“我特意去了凤族求来这梧桐，可惜现在只能让它长到2人高。晨曦，你在等我。”未尽之语被我的吻尽数吞下，陆星辞的瞳孔一缩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半晌，他才回过神来，紧紧搂着我。在那棵还未长成的梧桐树下，我们交换了第一个吻。我很喜欢，谢谢。我的心中暖暖的。他知这棵梧桐树对我意味着什么，所以很是珍惜。后来，其他的龙子按照龙皇的规定去往他们需要庇护的江河湖海，就连宋鹤玄也不例外。只可惜因为雷劫之事，他法力大失，最后只分了一个小小的沟渠。阮流莹自然不愿，竟动了歪心思，想要谋害他，夺取他的龙珠。无人知道法力全失的阮流莹如何做到，只知宋鹤玄被发现时已死去多时，那枚龙珠也碎了。为了避免恐慌，附近的龙子将他的尸身焚烧殆尽。至于阮流莹，他死在不远处的水沟，尸体化为原形，已开始发臭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我轻轻一笑。宋鹤玄啊，宋鹤玄，他始终不知道女人的可怕。我想起他送阮流莹的那些法宝，其中就有一条缚龙锁。那日他们离开，我拿回了其他的法宝，独独漏了这一件。想到这里，我微微一笑。大婚那日，9天之上祥云铺卷，龙凤交鸣之声响彻四海，龙族与凤族的仙寮齐聚龙宫，漫天凤凰花与龙鳞碎光交织，成了3界万年难遇的盛景。我身着赤金绣凤的霞帔，头漆9凤衔珠冠，长长的裙摆拖过铺满灵玉的垫阶，
每一步都踏在陆星慈稳稳的护持里。他一身玄黑龙纹地袍，身姿挺拔如苍松，自始至终紧紧牵着我的手，掌心的温度滚烫，将我前世所有的寒凉都一一驱散。礼官唱诺完毕，四海仙神齐拜心后，我站在陆星慈身侧，看着他眼底独属于我的温柔，忽然觉得前世所有的苦难与惨死，都只是为了换今生这一场双向奔赴的圆满。入夜，宾客散尽，偌大的龙寝殿只剩我们2人。陆星慈笨拙又小心地替我卸下沉重的凤冠，指尖拂过我鬓边的碎发，耳尖泛红，连声音都带着几分紧张。晨曦，从今往后，我是龙皇，你是龙后，这四海八荒，我都陪你走遍，这龙宫上下，皆以你为尊。我望着他澄澈又赤诚的眼眸，忍不住踮脚吻上他的唇角。他身子一僵，随即伸手轻轻揽住我的腰，将我拥入怀中，力道温柔的生怕碰碎了我。我知道你前世受了太多苦。他埋手在我颈间，声音低沉又心疼。往后我不会让你再掉一滴泪，不会让你再受半分委屈。如今的九霄龙宫早已被陆星慈细细改造成了我最熟悉、最安心的模样。前世被宋鹤玄狠心砍断的那株梧桐，他不仅亲自远赴凤族，向我父王诚心求来最灵秀的幼苗，更不惜耗损自身珍贵的本源龙气，不分昼夜以灵力细心温养。不过短短半年，那株脆弱的小苗便拔地而起，长成参天大树，枝繁叶茂，华盖如伞，几乎遮天蔽日，仿佛从前的劫难从未发生。他还在龙宫大殿四周亲手种下绵延数里的梧桐林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风拂过林间，万千叶片簌簌轻响，与我凤族故土的声音一模一样，听得人鼻尖发酸。他从身后轻轻拥住我，下颌抵在我发顶，声音温柔的能化开水雾，一字一句郑重无比。凤凰非梧桐不栖，我要为你种满整个龙宫的梧桐，让你永远有枝可依，永远有处可归。小雀仙每日都笑着说，殿下，龙皇陛下把整个龙宫都变成了凤族的模样，3界之内再也没有比您更受宠的皇后了。陆星慈身为龙皇，每日要处理四海龙族的事务，繁杂琐碎，可他从不会让我独守空殿。晨起他会先去大殿处理紧急公务，再亲自回来陪我用早膳。我喜食人间的桂花糕、莲子羹，他便派仙官常驻人间，每日采买集市上最新鲜的食材，让仙厨严格按照我的口味烹制，做到甜度、火候分毫不差。我夜里偶尔会被前世的噩梦惊醒，梦见宋鹤玄的穿心一剑，梦见内丹被生剖的剧痛，每次惊醒都浑身冷汗。陆星慈总会第一时间将我搂进怀里，用温热的龙气安抚我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低声哼着凤族的童谣，哄我重新入睡。一夜无眠也毫无怨言。他从不会主动提前世的伤痛，却会默默把所有能勾起我不好回忆的东西尽数清理。龙族典籍中关于宋鹤玄的记载，他亲自下令封存。龙宫旧部中曾依附宋鹤玄的仙士，他一一调离，从不让他们出现在我面前。一日午后，我坐在梧桐树下梳理凤尾，前世被拔光凤尾的痛楚早已消散，如今我的凤尾比从前更鲜亮夺目，赤金火红，羽间泛着流光，是凤族最纯正的血脉象征。陆星慈从身后走来，将一件用九尾狐皮毛与天蚕锦织成的披风轻轻披在我肩上，指尖拂过我的凤尾，动作轻柔的像触碰稀世珍宝。风凉，别久坐。他在我身边坐下，温柔的将我揽入怀中。今日处理完龙族事务，我陪你回凤族省亲如何？父王母后一直想见你。我心头一暖，点头应下。腾云驾雾踏入凤族地界的那一刻，漫山遍野的千年梧桐便随风扬起漫天粉白花瓣，清甜的香气裹着熟悉的凤凰神火暖意扑面而来，九霄天宫的威仪和肃穆尽数褪去，只剩归乡的安稳与松弛。溥仪在梧桐宫门前落定，便看见父王与母后早已携凤族亲眷在此等候。母后望见我与陆星慈并肩而来的身影，眼眶瞬间泛红，快步上前紧紧攥住我的手，指尖带着难以掩饰的轻颤，上上下下将我打量了许久，语气里裹着化不开的心疼与愧疚。希儿，你终于苦尽甘来了。从前是我们眼拙，没看清宋鹤玄的真面目，让你独自受了那么多剜心的委屈，是爹娘对不住你。我反手回握住母后微凉的手，笑着替她拭去眼角滑落的失意，抬眼望向身侧始终温柔护着我的陆星慈，眼底满是安稳的笑意。娘，都过去了，有星慈在，我往后再也不会受半分委屈了。步入梧桐大殿，殿内千年不息的凤凰神火暖光融融，凤族诸位长辈早已端坐等候。陆星慈敛了龙族龙皇的至尊威仪，毕恭毕敬对着诸位长辈躬身行礼，字字恳切立下誓言，承诺此生唯我沈晨曦一人，以龙族龙皇之尊护我一世安稳周全，绝不让我再受半分风雨侵袭。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，殿内众人无不面露欣慰笑意。父王走上前，郑重地握住陆星慈的手，重重地拍了拍他的手背，长叹了一声，眼中满是释然与放心。好啊，我凤族捧在手心护着的公主，终究是嫁对了人。在凤族小住几日后，返回龙宫的途中，陆星慈牵着我的手，漫步在云端，看云海翻涌，霞光漫天。晨曦，他忽然开口，
语气带着几分少年般的羞涩。其实前世我见过你，那时你被宋鹤玄挖丹惨死，魂飞魄散之前，我拼尽全身修为，替你收敛了尸骨，葬在梧桐林下。他握紧我的手，眼底满是心疼。我只是一只无人在意的黑胶，看着你爱错人，受苦难，却无能为力，只能在暗处默默守着你。那时候我就发誓，若有来生，我一定要护在你身边，绝不让你再受那般苦楚。前世我濒死之际，那道隐晦的守护气息正是来源于他。他的深情并非始于今生，而是藏了整整一世。其实这一切我早就心知肚明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眼泪无声滑落。这一次不是伤痛，而是满心的暖意与感动。重回九霄龙宫，恰逢龙族500年一度的祭天盛典，这是龙族最隆重的天地大典，四海龙王皆来朝拜。祭天龙台以千年寒玉鎏金铺就，12尊盘龙天柱燃着万年不息的龙涎神火，祥云缭绕间，浩荡龙威铺天盖地，满是肃穆庄严的至尊规制。吉时已至，仙乐齐鸣。陆星驰始终紧紧牵着我的手，指尖相扣，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，与我并肩一步步踏上9层丹壁，立于万龙朝拜的龙台之巅。他敛去平日里待我的温柔缱绻，周身真龙威压浩荡，席卷八荒，迎着漫天九霄天光，高声向四海八荒宣告誓言：朕之皇后沈晨曦，乃凤族嫡长公主，尊贵无双，往后龙族上下，见后如见朕，违逆后者，以叛族论处。字字铿锵如惊雷，穿透云霄，在九霄云海间久久回荡。话音落处，四海龙王与万千龙族众臣齐齐跪拜，山呼万岁之声震彻九霄，连翻涌的云海都为之平息。我站在他身侧，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温热，望着台下俯首的万仙，心头暖意翻涌。前世我放下凤族公主的尊荣，倾尽所有一厢情愿的付出，只换来利用与剜心背叛。如今才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从不是卑微的妥协，而是他把你捧在心尖之上，给你明目张胆的偏爱和全天下无人敢欺的底气。祭天仪式过后，我便迫不及待扯着陆星驰，抛下九霄龙宫的规矩威仪，褪去一身仙气凛然的华服，换作凡间寻常夫妻的布衣裙衫，一头扎进了人间的暮春烟火里。恰逢江南暮春时节，昨夜刚落过一场温柔的春雨，长街的青石板路被洗得温润发亮，缝隙里还嵌着细碎的樱花瓣，道旁的樱桃树落了满地粉白残蕊，风一吹便打着旋儿飘飞，粘在我们的衣板上。院墙内的梧桐正抽出嫩黄的新芽，叶片薄得如同蝉翼一般，在阳光下泛着透亮的光泽。风里裹着槐花的清甜，街边糕饼的焦香，巷口酒酿的醇美，混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孩童追跑的嬉笑声，邻里间的寒暄声，热热闹闹的撞进怀里，把天宫里的清冷肃穆冲得一干二净。我们十指紧扣，慢悠悠地走在长街上，他总下意识把我护在路的内侧，避开迎面跑来的顽童，替我挡开挑担而过的货郎，一路走一路停，看捏糖人的老翁挥勺成画，转眼就拧出活灵活现的龙凤纹样，引得为看的孩童拍手叫好。看卖花的阿婆挎着满篮晚樱，笑着往我鬓边别了一只带露的花瓣，也蹲在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前，尝遍了酥脆的春卷，软糯的青团，咸香的豆腐脑，把凡间最鲜活的烟火滋味一口一口都尝了个遍。我瞧见巷口卖糖葫芦的摊子，洪亮饱满的山楂裹着晶莹剔透的糖衣，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，立刻踮脚买了一串，咬下一颗，酸甜的滋味瞬间在舌尖化开。我忙转头把糖葫芦递到陆星驰嘴边，他眉眼弯弯，平日里敛着龙威的眼眸，此刻盛满了化不开的宠溺，低头张口吃下，温热的指尖还不忘轻轻擦去我嘴角沾着的糖屑，低声笑着说：“很甜。”沿街逛到一间人声鼎沸的茶馆，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里头醒目啪的一声脆响，说书先生正扬着嗓子讲着龙族的陈年旧事。话说昔日龙族皇子宋鹤玄放着金尊玉贵的凤族公主不娶，痴心错付一只雉鸡精，弃了唾手可得的龙皇之位，渡劫时落得个法力尽废的下场，最后反被那雉鸡精谋害，落得尸骨无存的结局，当真是自作自受。台下茶客顿时唏嘘一片，骂声叹声此起彼伏，有人笑他糊涂，有人叹他眼盲，还有人议论着凤族公主的好福气，寻得了真正的良人。我站在人群外听着，心中毫无波澜。前世那些剜心剖丹的蚀骨恨意，断骨拔羽的锥心之痛，早已随着宋鹤玄的惨死烟消云散，那些曾让我午夜难安的过往再也伤不到我分毫。陆星驰第一时间察觉到我微微收紧的指尖，立刻反手将我的手完完整整裹在他温热的掌心，指腹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，低头凑到我耳边，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承诺：都过去了，晨曦，往后岁岁年年，人间烟火也好，天宫清寒也罢，我都陪着你，无人再能伤你半分。我仰头看着他眼底满意的温柔与坚定，笑着反手握紧他的手，轻轻点头：都过去了。风卷着樱花瓣落在我们相握的手上，满街的喧嚣都成了温柔的背景。傍晚回到龙宫，梧桐林下落了一地花瓣，陆星驰从袖中取出一枚玉佩，
通体暖白，是用龙族至宝暖玉雕琢而成，上面刻着精致的凤凰纹路，还镌着我的名字，触手温润，带着它的体温。今日在人间看到，一眼便觉得是你的东西。他亲手将玉佩系在我的腰间，指尖轻轻摩挲着玉佩。晨曦，我不求三界至尊，不求万世长生，只求与你梧桐栖凤，岁岁安澜，相守一生，不离不弃。我扑进他怀里，紧紧抱住他，闻着他身上清冽的龙涎香，所有的言语都化作满心的欢喜。前世樱桃落尽，春归无处，我在爱恨与背叛中含恨而终，今生梧桐栖凤，良人在侧，我被爱意与温柔包裹，岁岁年年，皆是安澜。夜色渐深，月光洒下，铺满整片梧桐林。陆星驰低头吻我，从额头到眉眼，再到唇角，温柔缱绻，极尽珍视。我闭上眼，感受着他的爱意，前世所有的伤痕都在这温柔的亲吻中彻底愈合。小雀先捧着一盏莲心茶站在店外，看着店内相依的身影，悄悄退了下去，嘴角挂着欣慰的笑。龙宫的梧桐叶随风轻响，花瓣簌簌飘落，落在我们的发间、肩头，成了最温柔的见证。他垂眸抬手，用指腹轻柔拭去掉落在我发间的花瓣，掌心的温度稳稳裹住我的手背。我微微仰头，伸手轻抚他的眉骨，指尖掠过他杜雷结时曾留下的淡浅印记。他顺势握紧我的手，低头在我额间印下轻软一吻，眼底满是化不开的温柔与珍视。往后岁月漫长，四海八荒，龙腾凤舞，岁岁年年，永不分离。那些樱桃落尽的遗憾，终被梧桐栖凤的圆满彻底弥补。我沈晨曦终于在今生等到了属于我的岁岁安澜，一生欢喜。